从高山到海洋，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，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，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。物产风味一路绵延，山高水长。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1点40分左右，今年的第22号台风山竹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卡加伊省巴高镇登陆。台风经过之处4户交加建筑受损。9月，东莞迎来近10年最大的台风预警。800公里外，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，波叔必须做出选择。当天凌晨1点，东莞最大的虾塘里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。九节虾，又叫鬼虾，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，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。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，刚出水的渔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。现在这个季节，最受欢迎的有2种。梅童鱼，广东人称黄皮头，肉质极嫩。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，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。至于九节虾，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。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。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，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。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，山竹风力强度高，强风范围广，风雨影响严重。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，有可能血本无归。看似平静的波叔，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。最怕潮汐大，这潮水涌过来，真的不麻烦，很担心的。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，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，将虾塘临海而建。原来，开阔的珠江入海口，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，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。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，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，也就是鲜味物质。刀鹅心对虾，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，又被称为麻虾，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。
趁台风未到，赶在天亮前，波叔开始第2次捕捞。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，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订一空。用玫瑰露酒做燃料，迅速翻炒。当然，海边食客最喜欢的还是麻虾清甜的本味。开水快灼，虾体表面微红，蛋白质刚刚凝固。麻虾虾壳薄如蝉翼，只有精准控制时间，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。食用无需蘸料。肉质甘甜，如果冻般弹润。对波叔来说，除了收获，更幸运的是，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。忙碌了1天1夜，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1顿饭。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。投入的话就做好了，就是乐趣。虽然辛苦一点，但是还是有乐趣，就是这样的。靠海吃海，靠山吃山。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，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。在东莞的村镇，这种4、5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。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，1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。每个月，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。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。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，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，主菜一定少不了它。在广东，每年至少有1.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。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，在大岭山还有自己的鹅场。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，湿热的气候、密布的河网
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。潮汕偏爱卤鹅，广州热衷烧鹅。相比之下，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。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，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。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，历经冰火2重天，白斩鹅爽滑劲道，清淡素雅，最适合夏日消暑。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。作为粤菜经典，制作难度极高，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。然而，在大岭山，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，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。酱料是烧鹅的灵魂，每家配方都不一样。阿文家的传自爷爷。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，大岭山人自有妙招。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灶，当地人叫它鹅楼。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。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。就地取材的荔枝木，质地坚硬，可以长时间燃烧，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。烧制需要40分钟，父母开始忙碌晚餐。厨房饭菜准备妥当，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。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，并保吸鹅肉油脂，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。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，肉质弹嫩多汁，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，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，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。一只鹅，广东人吃了上千年，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。对大岭山人来说，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。这份自信，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。40公里外，东莞西部沿海，一种美味正在成熟。
椒蕾，香蕉的雄蕊和花蕾，是麻冲人眼中的美味。去皮后的椒蕾，既拥有春笋的脆嫩，又含带秋葵的黏滑，清焯去除苦涩。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，椒蕾如同跳动的音符，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。平平，冇買，好，全都未買。钟丽芝今年41岁，是这片椒田的主人。香蕉收获正值暑假，椒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。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，以便继续熟成。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，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。唔用，停緊先，係停緊啲先。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，对水质极为敏感，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。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。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，加快发酵。奶奶做的叫彭奇酱，1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。彭奇酱气味浓烈，并伴有尖锐的鲜香，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，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，香味极为优雅。奶奶总会留些彭奇，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彭奇粥。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，轮种轮收。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。作为水果，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，但它们已经成为麻冲厨师追捧的食材。青香蕉生涩无糖，烹饪后质地变软，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。麻冲人为它找到不同的搭档。以紫菜、红糖为主。绵滑的青香蕉被鲜味包裹，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，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。
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。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。上世纪50年代，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。到了90年代，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。从采摘到享用，需要1周的等待。内部淀粉迅速减少，糖分急剧升高。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，糖分含量高，果肉细腻绵软。对全家人来说，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。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，今天钟荔枝已是麻冲为数不多的蕉农。虽然时代在变，但这片紧邻大海、河渠密布的蕉林里，美味一如既往。山地、丘陵、平原，由东向西，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，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。3000年前，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。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，海岛逐渐连成陆地，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。晚上8点，鼓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。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。烟火升腾之处，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。根据食客喜好，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。对2毫米厚的鱼片来说，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。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，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。不需要明火，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。加盖焖20分钟。鱼肉刚刚断生，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。
东莞人做鱼的独到心得，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，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。鲮鱼，东莞常见水产。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。力度由重到轻，均匀递减。经过上百次推擀，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。这门手艺，平姨练了40年。鱼肉成皮，猪肉做馅儿，东莞人称为鱼包。只需慢火滚煮5分钟。鱼包外皮劲道弹牙，内馅醇厚多汁，两种食材交相辉映，回味悠长。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，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。冲上菜做啊經理啊，真酥夠，飯菜乜都夠啊，直飲到成身。地理物產形成的味覺基因，早已深入血液。無論身處何處，它都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飲食偏好和生活習慣。清早，阿英收到一份快递，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：煲汤用的陈皮、蚝豉，做菜的辅料南乳和粘米粉。赵凤英是地道的东莞人，1年前来到北京。一南一北2座城市，相距2000多公里。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，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。赵凤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，然而肠胃依然倔强。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。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，口感爽滑，是她的最爱。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，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。这天是冬至，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。窗外是零下2摄氏度的北京，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。与北方不同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。赵凤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，过去是水陆码头，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。
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，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。比如这道菜，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。再加入30度米酒、酒酿，还有猪肝、煎蛋，甚至黄酒、鲜奶。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，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。这位主角就是姜。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，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。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，当属这道咸姜水。赵凤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，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。阿明，即煮薑水先除薑，然後咧炒完，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，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，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。保险起见，她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。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。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。老火靓汤，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、蚝豉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。与父辈相比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。然而，无论走多远，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，慢慢发酵。毕竟过于小众，最花精力的咸姜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。或许，食物就像人生经历，有些故事值得分享，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。冬至刚过，罗半星和老伴儿8个月前种的作物可以收获了。除落去咧，我帶住你嗰廚靚啦，隨便皮。這樣點解唔歸完啱唔啱？哎呀，呢盤好大盤，一盤嚟送啊！你看兩分鐘的。椒芋又叫旱藕，生长于亚热带山地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。
焦玉口感类似马蹄，与肉类搭配，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。处理新鲜焦玉耗时耗力，罗半星需要乡邻的协助。在孩子们眼里，这是游戏时间；对老人们来说，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。焦玉富含植物纤维，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。滤出的纤维，罗半星不会浪费。焦玉纤维、糯米粉与调料搅拌，上火蒸足1个小时，纤维依然肌理清晰，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，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，经过1上午的沉淀，已经结块。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，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。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。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，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。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，它的口感和味道，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开水中，焦玉粉浆浓稠绵密，与藕粉类似。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，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。今天，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，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使用。经过几代人的传承，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。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，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。5000年前，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，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。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4天。吹4個鐘、5個鐘，吹5個鐘都麻風。春节后3个月，决定全年近70%的渔获。每年春夏时节，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，准备繁殖。
具有趋光性，会靠近和滞留在强光下，夜间最适合捕捞。海洋渔业随机性强，今天收获并不算多。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，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，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。渔船空间狭小，只能进行简单烹饪。好在食材新鲜，这些渔获一旦上岸，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。玫瑰毒油常见南海海底，被其含有致命毒素。由于肉质鲜美，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，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。龙趸又叫巨石斑鱼，重量可达100公斤。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。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，能够耐高温久煮。用本地黄面酱提鲜，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。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，曾有近1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。70年前，他们逐渐上岸，聚集在虎门新湾。今天，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。不过，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，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。望個就係煲湯嘅啫嘛。和张志强家一样，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。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，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。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，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。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，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。研究厨艺30年，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。本地膏蟹鲜甜多汁，鸡蛋与肉末混合，9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。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，是虎门蟹饼的标配。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，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。
局边，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，散发浓郁肉香。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。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，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。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。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。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，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，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，寻找曾经的味道。大海依旧如故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，毫无保留，悄无声息。波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，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。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，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教给孩子们。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，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。山水相逢，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，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。今天的东莞，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中，也有岁月静好的传统生活。人群聚散，带来欢宴流转，生生不息，风味长存。